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下你准备的这一大叠关于2026年美国消费性电子展，也就是 CES 的趋势预测资料。我快速翻了一下哦，那个第一印象就是满满的都是 AI，哈哈，没错。但说实话 ，AI 这个词我们听了这么多年，都有点麻痹了。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2026年的 AI 到底跟我们已经知道的有什么不一样？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刚好就切中了所有资料的核心。最大的不同，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啦。哦， AI 正在从一个舞台上的魔术表演，正式走进你家厨房，变成一个得力助手。舞台上的魔术表演。对，过去就是秀给你看它多厉害，未来是要实际帮你解决问题。啊，我懂了。就像以前我们看那个 AlphaGo 下棋，觉得哇超神奇，但跟我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关系。现在是 AI 要来帮我决定晚餐该煮什么了。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概念。这也意味着我们评断一个产品好坏的标准，整个都被颠覆了。怎么说？过去我们买电脑、买手机，看的是硬体规格，对不对？跑分多少？对，未来就像你笔记里特别圈出来的那句，我们看的是这东西有多懂你，它的智慧程度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 CES 2026的官方主题标语“创新者已抵达 ”，Innovators have arrived。它的意思不是说又来了一批新的发明家。不是的，不是那个意思。这句话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终于走出了实验室，从概念雏形进入了大规模的现场执行 （on-site execution） 的阶段。现场执行。对，以前大家在 CES 上看到的很多东西都还像个半成品，对吧？嗯哼，有点像科展。没错，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些东西都是准备要量产，要直接解决你实际问题的真功夫。所以，这不再只是一场硬体展，而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个人化体验军备竞赛。个人化体验军备竞赛，哇，这个说法很精准。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剖析这场竞赛的几个关键战场。好，首先是驱动这一切的那个大脑，也就是半导体巨头 AMD 和 NVIDIA， 他们各自端出的未来蓝图。接着我们会看这些大脑要装进什么样的身体里，也就是展览的3大核心主轴。对，最后，当然要看看那些最惊艳的新物种，比如说资料里提到的现代汽车人形机器人，还有 Google 描绘的那个 AI 眼镜世界。听起来很棒。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拆解这份未来的蓝图了吗？好，所有智慧体验都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或者说大脑。我们就从晶片巨头们的主题演讲看起。首先是 AMD 的执行长苏姿丰博士，他的演讲是开幕重头戏。从资料来看 ，AMD 的野心非常大。是的 ，AMD 的策略核心是想打造一个无所包包的 AI 帝国。帝国，你想想看，从天上的云端伺服器，到企业的资料中心，再到你书桌上的笔电，甚至是手上的游戏掌机，它希望全部都由 AMD 的 AI 基础设施来驱动。这是一个大一统的思维。哇，听起来像是想建立一个从上到下都说着 AMD 语的生态系。那具体来说，在我们消费者会接触到的层面，会有什么新东西？预期它会正式揭晓代号为 Gorgon Point 的 Ryzen AI 400系列晶片。Gorgon Point， 对，这款晶片非常关键，它结合了最新的 Zen 5 CPU 架构和 RDNA 3.5 图形技术。简单来说，它的目标就是让你的笔电不需要一直联网，就能在本地端独立执行非常复杂的 AI 运算。同时，他们也没忘记游戏玩家，可能会发布像 Ryzen 7 9850 X3D 这样的新一代 X3D 处理器，并且推出用 AI 来提升游戏画质的 FSR 新技术，直接对决 NVIDIA 长期以来的强项 DLSS。等一下，听起来 AMD 想要包山包海，从 CPU 到 GPU 什么都做。但 NVIDIA 这边，执行长黄仁庸的策略好像完全不同。是。他们似乎在赌一个很不一样的未来，
真的觉得单靠 GPU 就能撑起整个 AI PC 的体验吗？这不会有什么盲点吗？家公司最大的路线分歧，NVIDIA 的核心愿景是把 GPU 的角色彻底改变。改变角色。对，过去 GPU 只是个处理图形的配角，但 NVIDIA 想把它扶正，变成整个系统的核心组件。他们要把用在超级电脑里那套强大的 Blackwell 架构，原汁原味地塞进你的个人电脑里。所以未来我们买显卡，可能不只是为了让游戏跑得更顺，对，而是为了买一个专属的 AI 大脑。完全是这个概念。这也改变了我们评估显卡价值的方式。资料里提到，即将发表的 RTX 50系列，大家关注的重点可能不再只是游戏帧率，就是那个 FPS，嗯哼，而是转向 VRAM 的容量有多大，能源效率有多高，以及它处理游戏混合 AI 运算的能力有多强。游戏混合 AI 运算。因为未来你可能一边玩游戏，背后还有 AI 助理在帮你整理邮件。事实上，维新那张已经获奖的 GeForce RTX 5080 16G Expert， 它的卖点就很可能围绕在这些新标准上。啊，我好像有点懂了。所以这不只是规格的竞争，而是哲学的竞争。而哲学的竞争这个词用得好， AMD 想让 CPU 和 GPU 当平等的伙伴，一起把 AI 的工作做好，而 NVIDIA 却想让 GPU 当老大，直接指挥整个系统。你这个总结非常到位。这背后其实是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未来的 AI PC 到底该是什么样子？哦，它应该是一个需要时时刻刻连回云端总部问指令要资料的实习生，还是应该是一位知识渊博、能独立在你电脑里思考，同时还能保护你所有隐私的资深专家？AMD 的平台策略比较像前者，而 NVIDIA 强调的强大本地 GPU 运算，则是在押宝后者。这个实习生对决资深专家的比喻，哇，让整个战局都清楚了。好，所以我们有了这些超级大脑，但有趣的是，这些大脑要装进什么样的身体里？你给的资料把重点归纳成了3个方向。第一个，也是最科幻的，就是 AI 真的开始有手有脚了。是的，这个概念叫做具体化 AI，Physical AI， 或称具身智能。具身智能，意思就是 AI 不再只是荧幕上的一串代码，它正在获得实体的身体，从虚拟的数位世界走进我们生活的物理世界。所以它能看到，能听到，能移动，甚至能动手做事。没错，这里有个关键的进化，从遵循指令的自动化变成能自主判断的自主化。自动化跟自主化差别在哪？扫地机器人是自动化，你叫它扫哪，它就扫哪，对吧？对，但具身智能的机器人是它自己判断家里脏了，然后在你回家前主动把地扫干净。哇，这听起来冲击很大。资料里提到现代汽车要展示的那个 Alice 人形机器人，就是这个概念的实现吗？完全是。这次的现场公开演示象征意义非常重大，这代表 Atlas 这种等级的机器人终于要从严格控制的实验室走进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场景了。除了 Atlas， 还有像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而设计的 AON 人形机器人，以及那个 Oshkosh GLG 自主升降机。那个升降机的例子，我觉得特别有感。它可以在几十层楼高的空中自己去执行焊接、检查这种对人类来说极度危险的工作。所以这对你我来说意义可能不只是家里多了个会做家事的机器人。而是未来盖大楼、修电塔这些高风险工作，可能都不再需要人力去冒险了。是的，这将会重新定义工作的边界。接下来第二个核心主轴是数位健康。这里的转变也很有趣，就像你笔记上画了箭头，是从记录者变成预警者。过去的智慧手表就是记录你走了几步、心跳多少，但现在他们好像想当我们的半个医生，提前告诉我你快要生病了。趋势的核心就是从数据采集进化到数据解释与预防性健康。AI 的加入让这些装置不只告诉你昨晚睡得不好，
更能进一步推测你下周3感冒的几率是80%。就像资料里提到的智慧戒指 Oura， 它能分析你细微的生理数据，提前1周警告你可能有感冒风险。这真的很有趣。我一方面觉得很棒，可以提早准备，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压力好大，好像戒指在对我情绪勒索。你再不睡觉，下礼拜就准备请病假吧。你会想要这种功能吗？这确实是个有趣的心理问题。但对于某些族群来说，这种预警是救命的。比如资料提到的 AI 康养住宅，它用雷达感测器可以非接触式的侦测独居长辈是否跌倒。还有那个获得最佳创新奖的 Nike 神经耳机，对，那个我有看到。它能让使用者只靠脑波或微小的脸部动作就能控制轮椅或电脑。这对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是赋予了他们全新的自由。科技正在变得更有同理心。好，最后第3个主轴是移动科技，这里的定义也扩大了，不只是路上的汽车。对，它涵盖了天上飞的无人机、田里跑的自动耕耘机，核心是如何让所有会动的东西都变得更聪明。而在汽车领域，焦点就是软体定义汽车 SDV。 这个词我们听过一阵子了，但2026年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具体体现就是未来你买车比较的可能不再是马力，而是它的更新能力。更新能力，你的车会像手机一样，每个月透过软体更新获得新功能，甚至性能提升。5年前买的车可能比刚出厂时更聪明、更好开。Sony 和 Honda 合作的 AFEDER1 展示的就会是这个概念的量产版。这真的会改变整个汽车产业啊！资料里还有个车辆对电网 V2G 技术，这听起来也很酷。V2G 的概念就是你的电动车不再只是一个耗电的交通工具，当你把它停在车库时，它可以反过来把车上多余的电力回送给城市电网，或者在停电时直接变成你家的紧急备用电源。所以我的车就成了一个移动的大型储能行动电源。完全正确。好，所以我们有了大脑，也就是晶片，也有了身体，就是3大主轴应用。但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人类要怎么跟这些新东西互动？界面会长什么样子？这就带到了你资料里关于 Google 的那一部分。他们似乎在扮演一个神经中枢的角色。神经中枢这个词用得很好。如果说 AMD 和 NVIDIA 提供的是心脏和肌肉，那 Google 提供的就是大脑皮层和感官系统。它主要透过2大支柱 Gemini AI 和 Android XR 平台。Android XR 是 Google 联合三星这些伙伴要打造的空间运算平台。预计2026年，我们就会看到搭载这个系统的智慧眼镜上市。所以我戴上这副眼镜看到的不只是现实世界，对，而是叠加了数位资讯的扩增实境。正是如此。而驱动这个体验的灵魂就是 Gemini AI。它的目标是做到极致的情境感知 （contextual awareness）。情境感知，这听起来很抽象。我举个例子，假设你戴着这副眼镜看到一个外国朋友，即时翻译功能不只是呆板地把文字显示出来，它还能根据你们的对话气氛、你朋友的表情来调整翻译的语气。甚至如果你们聊到一家餐厅，它可能会在你视野的角落默默显示出那家餐厅的评价和地图。哇，所以 AI 不再是我需要主动打开来用的 App， 对，而是像一个隐形的贴身助理，随时在背景观察和提供协助。你抓到精髓了。AI 正在从被动的工具变成主动的伙伴，就像资料提到的，三星已经把 Gemini 整合到他们最新的 Bespoke AI 冰箱里。对，那个冰箱。这个冰箱不是等你问它，而是用内建镜头看到里面快过期的牛奶和剩下一半的花椰菜，然后主动推送一个食谱到你手机上，告诉你今晚可以做个奶油浓汤。这一切的背后都需要非常庞大的运算能力。但如果所有东西都要连回云端，不会有延迟和隐私的问题吗？这就连接到2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转变。第一，就是边缘运算 Edge AI 的普及。边缘运算，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 AI 运算会直接在你的装置本地完成，数据不用送到云端。这不仅反应更快，也更能保护你的隐私。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面 AMD 和 NVIDIA 都在疯狂强调他们晶片里的 NPU 神经处理单元效能有多强。啊，这就呼应了你前面说的 AI PC 要当资深专家，而不是实习生。完全正确。第二个趋势叫做地缘本国化，即有 patriation。地缘本国化。这比较偏向企业和国家层面。由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很多公司现在宁愿把数据从全球的公有云移回自己国家的主权云，来确保数据安全。这两个趋势共同推动了本地端 AI 算力的需求大爆发。听你这样一拆解，2026年 CES 的轮廓就非常清晰了。它标志着 AI 正式从技术展示阶段全面进入了生活应用阶段。没错，重点不再是单一某个产品有多酷炫，而是整个生态系的成熟和落地。AI 正在从遥远的云端走进你的电脑，从冰冷的荧幕走进现实世界，变得更实用、更无形，也更懂你。是的，整个产业的焦点正在从过去问 AI 能做什么，转向现在问 AI 能为你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同时，这也代表着工业级应用的全面崛起，像是智慧制造、能源管理。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离生活很远，但所有伟大的技术都是先在这些复杂的工业领域被验证，然后再慢慢简化。对，然后再慢慢简化，普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像你说的，今天用来管理整个城市电网的复杂 AI 技术，5年后可能就变成了管理你家冰箱、烤箱和电动车充电的智慧家庭系统。完全可以这么想象，这是一个从工业到消费的技术扩散过程，而我们正处于这个过程的引爆点。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也留一个问题让你思考一下：当所有装置都开始学习你的行为模式，变得越来越懂你的时候，你认为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哪一个环节最迫切需要一次真正的 AI 升级？而你心中那个理想的样貌又会是什么样子？